今天是2025年11月29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74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100人。乌军在经过初期的混乱之后，已经逐步将整体战线的局势稳定下来。持续进行渗透攻击的俄军伤亡惨重，被迫放缓攻势。在红军城，俄军依然宣称已经控制了城区的主要阵地，并切断了米尔诺赫拉德和红军城的补给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双方在市中心的战斗仍然十分激烈。乌军第425独立团已经越过铁路线向南部发起进攻，俄军也在集结部队，试图和乌军在市中心决战，并向北拓展进攻。为了坚守红军城，乌军集结多兵种精锐部队，由布达诺夫亲自参与地面突击。目前红军城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米尔诺赫拉德俄军在南郊和乌军持续激战，始终无法获得新的进展，被乌军无人机打得损失惨重。在沃夫昌斯克，俄乌双方的激战已经持续了560多天，双方反复在这个地方拉锯战。截止到今天，俄军在此地伤亡约3万余人，也没能占领这个地方。乌军已经稳定了该方向的局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俄军出现了大量来自肯尼亚的黑人士兵，他们几乎没有战斗力，大量士兵被俘虏。据被俘士兵交代，他们都是文盲，是为了钱来到这里。由此可见，俄军兵力短缺问题可见一斑。俄军一直使用的是渗透攻击战术，就是不计伤亡代价的攻击。胡利亚波尔战线，乌军及时派出增援部队，稳定了局势，将俄军死死控制在这个方向。同时，乌军公布了前期失利的主要原因。乌军第102旅被指派前往建立新的防线，俄军在浓雾掩护下实施了对乌军阵地突破。102旅指挥官出现重大指挥失误，其中一个营在未经战斗的情况下被放弃。他认为这个营已经消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失去指挥后的乌军出现混乱，该营和2个机械化连在盲目的情况下主动后撤，导致被俄军追击，出现重大损失。乌军南方指挥部幸好早有预防，提前指派第225突击营，在胡利亚波尔前方设置了防线，阻挡了俄军的进攻，并迅速派出另一支机械化旅前往增援。俄军渗透部队在经过激战后损失惨重，被迫停止进攻。胡利亚波尔局势得以稳定。事后，乌军南方指挥部迅速解除了102旅旅长的指挥权。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攻势已经被遏制，乌军开始逐渐取得优势，度过了最凶险的时刻。俄军大规模的空中攻势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大幅下降。乌军此前对俄军国防企业和无人机产地大规模的打击战果开始显现。俄军对乌军的极限施压没有压倒乌克兰，反而把自己的库存快打没了。乌军无人机部队第9次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炼油厂，引发剧烈爆炸和火灾，照亮整个夜空。乌军火烈鸟导弹还袭击了克里米亚萨基火力发电厂和附近的国防企业。黑海方向所有的石油码头都被乌军摧毁，导致俄罗斯每天都要损失1.5亿美元。目前关于停火协议的博弈日益激烈，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盟友形成了3方博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大致内容为坚决支持乌克兰，要求欧盟在未来的谈判中发挥领导作用，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推进俄罗斯主权资金赔偿进程。决议强调，不能在没有乌克兰和欧洲参与的情况下决定任何事情。如果俄罗斯拒绝和平谈判，制裁将会加码等等。欧洲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你再继续背信弃义，欧洲会自己主导援乌，那不仅代表美国将失去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欧洲将会崛起，也代表欧洲和美国之间要彻底分道扬镳。这个后果是特朗普承担不起的。普京公开宣称，乌军只要不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战争就不会停止，俄军将继续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并继续声称乌东4州已并入俄罗斯版图，乌克兰军队无权继续存在，甚至指责泽连斯基是非法总统，他不会和泽连斯基签署任何协议。为了表示和平诚意，俄罗斯愿意通过立法的方式确保不会继续进攻其他北约国家，并称波罗的海3国波兰、芬兰等国有被迫害妄想症，俄罗斯从未想过入侵他们。如果普京还在执迷不悟，将战争持续下去，俄罗斯经济将在2026年上半年进入不可逆的通胀，到那个时候谁都拯救不了俄罗斯。特朗普的特首维特科夫和俄罗斯勾结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共和党内出现了巨大的反对声音，议员公开指责维特科夫就是个叛徒，要求立即解雇维特科夫。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党内的反对率已经超过 70%。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